我要睡觉了，你能不能别老盯着我？不能。神尊为何要监视我呀？还派一条鱼来，这不是瞧不起人吗？要不是我，你还在那长生海里乘凉呢。真是好人没好报，祸害万万年。我爹说的没错，人心险恶，世道艰难。九臣，好大的杀戒啊！你亲手杀了自己的10万天兵，如此行径，与我何异？神尊啊，神尊，枉我一直那么崇拜你，奉你为神明，没想到你跟那天雷真君一样。在家，我被我爹禁足，在这里还要被你监视，我就不信了。这四海八荒的，难道就没有我灵犀的藏身之所了吗？
神尊，神尊。 医官，灵犀为何至今未醒啊？我师妹，她是为了救神尊，所以法力耗尽，寒气入体才昏迷的。不过暂时还是不要移动她，让她自然醒来即可。她这是昏迷？ 当然，医官，如何了？我上次说过，神尊在长生海受了数万年的寒气，一时半会儿难以清除，须得时常去上清净天泉沐浴，并在殿中 以无尽木常燃明火，兴许能驱散几分寒气。奈何神尊并没有把我的话放在心上，不但不听医嘱，还妄动仙法。今日若不是我师妹在，神尊怕是要继续回长生海长眠了。多谢医官叮嘱，以后我们一定会多加小心的。 请问医官，这无尽木为何物啊？在何处可以取得？无尽木乃是昆仑神木，昼夜常燃，暴风不息，猛雨不灭。本来是生在昆仑以南的炎火山上，奈何5万年前，云峰上神，思四海水势，却饮酒大醉，水淹昆仑。从昆仑炎火到极北大月，千里之地尽成泽国。那无尽木 沉在水底数万年，也不知还有没有当年的功效。那别处可还有这无尽木啊？听说弱水以西的赤焰洞里也有一些，但那里是闭方的洞府，盘踞着数以千计的火鸦。以神尊现在的身体，怕是……我去，我现在就去。我不在的时候，我师兄的身体还请医官多多费心。 我是天宫医官，这本就是我的责任所在。师兄，我去就会。小星星，哎，敢问这无尽木需要多少啊？
自是多多益善。好。神尊，那小仙也先告退了。师妹就拜托你了。这是哪儿啊？我怎么睡在神尊殿中？对，昨晚神尊发了寒疾，是我救了他。我怎么睡着了？还睡在神尊的床上。我怎么腰酸背疼啊？莫非神尊趁我睡着打了我？灵犀，灵犀，灵犀，有人看到灵犀了吗？没有。快找找啊！哎呀，糟了，灵犀，人呢？这呢，这呢。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快，受没受伤？没什么呀，怎么了？昨晚殿中进了贼人。贼人？这九重天上还有贼人呢？定是那魔族余孽，知道神尊苏醒了，又起了邪念。我还真是小瞧他们了，竟然能神不知鬼不觉摸进我福云殿。那个13，你怎么确定是魔族余孽进来了呢？那妖人许是畏惧神尊之威，所以想先偷袭我。我哪是那么好偷袭的？我以前那可是神尊麾下左官出身，我的法器察觉到敌意，已将那妖人驱走了。你们放心，以后只要有我13在，有神尊在，任他妖人千变万化，都不可能逃。哎，你怎么从这儿出来了？我昨晚睡这儿了。你怎么能睡在神尊房间里？因为神尊身有寒疾的事儿，不能让别人知道。我怎么知道？你们都不许说出去，听见没？是。我跟你说啊，昨天夜里战神收了一个仙娥进房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可别和别人说，那仙娥名叫灵犀，就是那个灵犀啊，就是那个夸父山桃林里的小丹娘，被战神带回福云殿的那位，肯定是以前就认识的，不然怎么那么巧？战神一醒来，他就正好上了9重天。他们为什么要送我礼物啊？不知道，喜欢你呗。可我又不认识他们。那个是子姑送的。子姑是谁啊？侧神啊。
还有侧人呢。当然了。灵犀，前2次人多，都是匆匆一眼，没仔细看。还挺好看。这位神君，你找灵犀有何事啊？没什么，就是来看看你。我这呢有颗定风珠，没什么大神通，但胜在好看，送你了。喏，礼物。啊，这是九转金丹，是药王最新炼制的，有强身健体、洗精伐髓的功效，对寻常伤势也有奇效。这无功不受禄的，小仙不能要。你就收着吧，这是你应得的。还有，神尊不喜欢话多的人。啊？神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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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说袁童回来了。回来了，他先去袁家祖庙祭拜，应该很快就会过来。我去看看。是。杜宇呢？他族中有事，先回东海了。九晨醒来了，你此次回来，可是因为这个事呢？女儿身为神族天将，是战神的部下。战神归来，女儿理当前去拜会。什么战神？幽都山一战，他于长生海长眠了5万年，早就不是战神了。新的战神是天雷真君。可是天雷真君的封神大典并未完成，还称不上是战神。那是早晚的事，难道还要一个全军覆灭、独自苟活的人重回战神之位吗？母亲。他醒来了那么久，竟然没有一次到袁家来祭拜，可怜我袁家的3000弟子，全都是因为他而死。早就听闻此人识心识性，绝情绝爱，果不其然啊！请母亲慎言。我告诉你啊，你是代替了你哥做到了4大战将之首，你的一言一行都在别人的眼中。九晨此次死而复生，但他在幽都山很多事情都没有交代清楚。这战神之位是否能重回他手，还是由天雷真君掌控，都还是个未知数。你要慎言慎行，千万不要因为此事误了我袁家的荣耀与前程。是。
末将袁同拜见神尊。起来吧。是。多年未见，长大了很多。但是神尊看起来并无变化，还和当年一样。听说你接替元征，现在在北海领兵，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。不过是借着神尊和家兄的威风，勉力为之罢了。你做得很好。你兄长离世前，最牵挂的就是你。他若看到你现在的表现，定会很欣慰。多谢神尊夸奖。军营之中，女子要比男人更难。以后若碰到什么问题，尽管告诉本尊。请神尊放心，袁同一切都好，也定会用心做事，绝不给神尊丢脸。对了，神尊，还未来得及给神尊道喜。本尊有何喜？刚刚听他们说，神尊收了一个小仙入殿。收仙娥入殿有何可喜？这是神尊第一次收女子入房，他们都在说，神尊这次醒来之后越发随和了。是你跟别人说你在本尊的寝殿内睡了一夜？小仙的确是这么说的，可是我也没撒谎啊，我只不过就是实话实说而已，是他们想多了。再说了，睡一夜就睡一夜，也没什么。我在桃林的时候，也是经常在程燕的房间里睡，我爹都不说什么。你这女子，怎么那么不重视自己名声？我爹说了，心中有正气，就不在乎别人说三道四的。再说了，我也没有觉得跟神尊传出点谣言，算是吃了多大的亏。你这小心！难道是神尊你觉得吃亏了？那我现在就去跟他们说，我们什么事情都没做，我碰都没有碰神尊一下。住嘴！出去！啊？出去！哦。啊，对了，神尊你还没谢我呢。那日你发病是我救了你，你还没跟我道谢呢。好啊，本尊现在就跟你好好道谢。算了，没关系的，都是举手之劳而已。神尊你还是早些歇息吧，你要是觉得冷，就加一床被子，药我放在柜子里了，你要记得吃。那神尊，小仙先告退了。告退了。想什么呢？啊，这么入神，我进来这么久都没有发现。你何时回来的？今儿一早已经去天雷真君处复命了。神尊已经回来了，天雷真君还在代掌战神之职，合适吗？神尊刚刚醒来，先不说他身体恢复的怎么样，就说他5万年未掌兵。就算接回来，也是需要时间的，而且，战神之位的归属，也不是你我该考虑的事情啊。你们东海的人说话做事，都是这种风范吗？我东海一族孤悬海外，对于天宫的事，向来都是修闭口禅的。再说，我说这番话，已经不是东海的风范了。
你很久没见开阳和韩章了吧？走，去看看他们。青瑶医官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洞内的火鸦呀，已经被本座全部除掉了，而且那只毕方神鸟也已经被本座赶走，另觅洞府去了。洞内如此多的无尽木，医官尽可以全部取走。不用了，这就够了。什么意思？无尽木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取之不尽、抗寒取暖之物，一根足矣。哎，可是仙子曾与我说，此物多多益善啊。本座可是在此与那毕方鸟缠斗了4日，才将之赶走的。小仙说过吗？啊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青瑶医官，本座得罪过你吗？上神多虑了，我一个微末小仙，怎么会与上神这样的大人物有什么交集？我还要去给神尊看诊，就先告辞了。哎，这才是我与他的第3次见面，难道他耍我？医官，如何了？只要神尊听小仙的话，常去天泉沐浴，不要妄动仙法，再加上这无尽木之火，足以保神尊平安。不过心病还需心药医，神尊须得自己想得开才行。医官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多谢医官。这无尽木倒也挺神奇的，区区一小段就有如此大的火力。倘若这殿中无人的话，岂不是不安全啊？云峰上神若是不放心，大可留在殿中看守。反正上神对自己的神职也不甚在意，整日闲着也没事做。那个神尊，要不我留下来看火？你当无尽木是寻常百姓家的炉灶吗？你是鲛人，喜寒畏热，你来看火，是嫌自己得道成仙命太长了吧13，去把灵犀叫来。神尊，叫我师妹干什么？丹鸟属火，与毕方同宗。13他怕热，他应该不怕吧？可是青瑶医官，你师妹现在是我浮云殿的小仙，使唤自家的小仙，不用你批准吧？
师姐，怎么样，还待得习惯吗？嗯。既然选择来了，就好好待着。凡事要自己当心些。嗯。先走了，进去吧。神尊，云峰上神。13都跟我说了，神尊给我安排了新的差事，让我看火。神尊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把这差事办得妥妥的，绝不动着神尊，也绝不让火烧到东西。你这小仙，从进了门开始就笑得合不拢嘴，怎么能给我师兄看火就这么开心啊？那当然了，能为神尊办事，我当然开心了。你先下去吧。啊，小仙告退。师兄对他还是有所怀疑啊。长生海一事，他本就是重要关键。他可有问题啊？我在他身上未察觉丝毫魔气。但真君说得对，吞天兽对他异常亲密，不得不防。可惜啊，这几日天宫里传得沸沸扬扬的，全是你和这小仙的趣事。本来还以为师兄你沉睡了5万年，这醒来之后总有些好的变化，可是没想到，若是他真的有问题呢？身为战神，自当尽责，是该探一探这小丹鸟的底了。那日在天君面前，一仙乐伯的态度确实十分奇怪，似乎在怕什么。不问而入是贼也。你是何方小贼，擅闯我桃林，不怕死啊？乐伯在呢。乐伯也是你叫的？有几分手段，再让本仙试试你的斤两。巨傲无礼，言语不壮，没上没下，我打死你这个任性妄为的蠢东西！别打了，师傅！神尊，小徒见识浅，不知道战神大驾光临，坏了礼数，得罪了。战神？一仙言重了，
是本尊来的唐突。医仙若是要继续修理徒弟，本尊可以在这里稍等一会儿。不是你还敢再说话？战神说笑了，战神大驾光临，有何指教啊？刺史有事相商。令爱在天宫甚好，医仙不必挂念。我这个女儿啊，从小到大在哪儿都活得特别好，所以说老夫从来不担心她。是吗？我倒是听说她自幼在桃林长大，医仙不让她出去半步。这一次去天宫，是她自己逃出去的。女儿嘛，当然要严加管教，是吧？你说世事险恶，到处乱跑，你哪知道她哪天在哪个地方碰到哪个臭小子，被哪个臭小子一个眼神就给勾走了呀？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外表光鲜，内心是扁是圆，是黑是白，谁知道啊？医仙对女儿很是疼爱啊。自己的骨肉能不疼爱吗？不知道灵犀的母亲为何人？不记得啦。想当年春宵一度，没想到过几年送了个女儿过来，就从此不见人了。这样的女人不想也罢。来来来，吃点心。你这桃林很是清幽啊，安静得很。本尊从来到现在，别说虫鸣鸟叫了，一点声音都听不见。老头子，我怕吵，所以说在这方圆10里之内设下了结界。山鸟自然是进不来，但是挡不住法力高强的战神呐。挡不住本尊，但是挡得住灵犀。医仙对女儿的保护可是煞费苦心啊。好酒。